川普上台以后，那肯定关税是又涨了，又增加了。这个是我们从中国运来的，就是响应川普的号召，我们要在美国建厂。那些各个国家的人家一想到，哇，你们中国人太坏了，发来的东西和你寄过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然后牧师还主动问我，你不需要办身份，不需要留在这儿吗？我说啊，不需要。我说我不需要，把你的护照一撕，直接上美国高中说，我就是非法移民哦，我就是来上高中的，我就只有14岁，我来这儿上学3个月，我立刻我就回国了。啊！警察来就问你的货够不够100万？不够100万不要报警了，你拿都不来。中国人啊都喜欢帮助中国人，你知道吗？其实做旅行社也是我拿到绿卡的原因。没有办公室哦，因为是分租的。哦，对对对，这里。如果你要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你就有办公室。OK 了吧 ？OK 了。那点吧。这是个铆钉是吧？这个是那个 seal， 就是那个海关，你从中国过来以后，你就要又有这个，然后把它剪开，这就说明中途没有人换过你的货，没有人剪开过。哎呀，很开心今天可以到宝藏姐来这里来参观一下。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共享的仓库是吧？对对对，就是分租的，就是一个大仓库，比方它有10万尺，然后我们只是分租其中的几万尺这样子。固定一个区域给你们放东西。对对对。那这边的费用高不高？它在现在基本上是1.5块1尺。那个搭高它不管了是吧？就反正就这么高，对对对，都可以放。对。这个架子的话，你不是想怎么搭就怎么搭的，这个是要给政府画图，然后要政府审批。有规划的，对，有规划的。1.5块是1个月是吧？对，1尺1个月。这边都是我们的主要的太阳能，就是从我们国内进口啊。现在也不是国内进口了，就是东南亚进口啊。是国内其实呢，到东南亚去建厂，建了厂以后再过来。川普上台以后，那肯定关税是又涨了，又增加了。又增加。本来太阳能的关税就很高了。特朗普上来之後，他现在有没有落实再给他加关税呢？有啊，现在不是又增加10%吗？那这一批货还是没有受影响吗？这一批货还没有，因为在之前它已经在海上了。对。就是你只要在海上，就是已经报完关了。对对对。像我们去年的货哈，因为去年的话它是有这个政策的，必须要在12月31号全部把它卖完，没有卖完的话，我们要交300%的关税。要补交300%，对。那去年的已经销完了是吧？全部销完了，你清仓你也得把它甩出去。对。那这一批货就会比去年的那一批货的税率高。对，那价钱肯定也水涨船高嘛。本来中国的太阳能是已经现在进口不了了，然后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厂已经到东南亚去建厂了，什么泰国啊、越南呐这些地方去建厂。但是呢，现在美国政府知道中国这么干，于是呢，对泰国啊、越南啊这些又限制了。然后现在呢，这些厂又得搬家了。比方原来在这个什么越南的厂，现在又要搬到往印尼、往柬埔寨这些没有受控制的地方去搬。美国真的想查的话，还是查得出来的。对它，但是你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嘛，也就是说，给你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会不会是特朗普这个产业回流，他有没有可能来美国建厂呢？有。那现在我们也有中国一些比较大的厂家想要到美国当地来建厂，像我代理的这家无锡的这个太阳能公司的话，它是在西班牙建厂，在印尼建厂。如果是真的特朗普铁面无私的话，那未来也有考虑来美国建厂。太阳能是按瓦数来卖的，对，它的太阳能板是有大有小的，然后按多少钱一瓦，一般批发来说就0.25到0.28一瓦。像比较大的有名的，比方大家很熟悉的中国的像隆基啊这些比较有名的话，它可能批发在3毛5一瓦。它这个打包装也是有讲究，真的是打得满满当当的，严丝合缝。不然一个海柜光花那个海运费不值得呀。宝藏姐，像多久你们会来一柜这个？每个月一柜。今天是到2个柜，它有不同的尺寸嘛，有小本的，有大本的这样。
问他们呀，放那个架子上啊。他现在就送到你的那个仓储区去。对，现在先送到后边，一会儿再上货架，因为现在有点忙。OK。这儿就这个区域都是。哦，隔开的这一块。对对对，就这些都是。宝藏姐，你这一块区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这块区域它这些的话呢是别人的货物，就是我们做一件代发的货物。比方他们在这边做抖音啊、拼多多啊，他们需要仓储，对。那货还挺多的呀。那不多的话，那都是仓库费都赚不起来呀。现在就暂时先放在这儿，等到晚上过忙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上过货架。这些叉车师傅都是你们的员工？对对对。这里请了几个人呢？2个。等到晚上有时间了，就给它放到架子上，这样。那现在我们去哪个仓库啊？去另外一个仓库。对，去另外一个仓库。那个主要是做什么的？那个主要做线下的一些批发。就是别人可以直接来你那里挑对，别人可以直接到仓库里面来挑点东西。OK。来靠边。这个是我们从中国运来的，就是响应川普的号召，我们要在美国建厂生产。这是个什么机器？注塑机。就生产那种大的那些塑料啊，塑料制品。那这个也是中国的设备吧？都是中国运过来的设备啊。OK。而且是2手的。中美贸易之间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准备把机器运到美国当地来生产，这样。像这个塑料的这些东西，你本来就已经有销售渠道了，是吧？对，我们现在有一个销售团队，就不只是塑料，就是所有的商品，从中国来的呀，或者是美国当地收的一些商品，我们都通过这个渠道线下批发给它卖出去。就美国的销售渠道一般分为线上和线下嘛，线上比方说亚马逊啊，还有包括现在出来的 TK 啊，拼多多啊，这些都属于线上的电商。那么线下，美国还有很多的商场、超市、小店，还有地摊儿，这些都属于是线下了。其实它线下的销量也挺大的。对，线下销量也挺大的。为主的都是。这个是一件代发的业务。对。那宝藏姐还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工作。哎呀，在美国你咋可能不亲自呢？人工成本太贵了呀。那边刚去看完收货，这边回来马上开始打发货，对。21025。宝藏姐，像你每天处理这个一件代发要处理多长时间？这个起码2小时。一般2小时，对。每天都有这么多量吗？这个算量少的。天天算量。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客户，所以算量少的。那你这边主要的工作区域就是这一排？对，这一排。这个货架也属于你的吗？对。你们还做了这个轮胎？对呀。业务还是挺杂的，挺杂。对，你要记得这么多东西不容易。对啊，你不可能光靠一个产品卖啊，万一这个产品销售出问题了，那你不就完蛋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从疫情开始过后，就做这个了。因为21年差不多。对。那个时候应该是行情最好的时候。疫情过后是。大家都往里面涌。对，疫情过后，因为很多人没想到，当时咱们卖东西会成一个倍数的增长。收完钱了，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了，都在家里面网购。像这种一件代发，你有多少个品类？一件代发只有几十个品，我们的品很少。因为我们没有去大量的接别的客户，只是我们自己的客户，咱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去放这些东西。就处理完了吧？处理完了，没有了哈，搞定。今天的工作结束。主要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琐一点。对。
大件的稍微好一点。哎，不发大件，大件太重了。哦，就发轻小件，就20磅以内的东西。这个是 Felix 吗？好的，工作完成。哦，放这个门口就会有那个人过来取。邮局的车来，对。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宝藏姐这里，然后大家好。来美国之前我就关注过宝藏姐的那个 YouTuber， 她其实做 YouTube 做的挺早的那个时候，对，但是没有好好做，要跟你学习。没有，我这个频道也主要是讲这个移民的故事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宝藏姐的移民故事和宝藏姐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好嘞，宝藏姐，您是从中国哪个地方过来的？我是从昆明。但是我出生在四川。您是哪一年来的美国？我是2009年底。09年，那个时候是以什么身份过来的？留学。是本科是吧？没有，那个时候想要过来上本科，但是因为人学渣，学了1年的语言，其实语言也没有学好，学的半吊子。当时就忙着出来赚钱，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我们这学费、生活费，留学生其实蛮贵的。哦，当时我们一个学分是差不多400美金一个，你得先拿到10几个学分，然后你才能去上 college。才能上正式的那个课程，对，就才能拿正式课。你语言都没过，你怎么拿正式的课程？你上不了。所以当时就觉得也不能天天伸手向父母要钱，毕竟父母在国内退休了，也没有什么钱，所以就忙着出去打工。然后你过来就忙着这些事情嘛，要自己立足在这边是吧？对，当时其实是想说，我先把语言学好学好以后呢，然后再出来工作。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个契机，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代购。10年洛杉矶都没有人做代购，很可惜。后来是因为去开公司，然后就把代购放弃了。哦，所以其实我是为了不赚钱的生意，把赚钱的生意放弃了。那是开什么公司啊？开旅行社和民宿。可以看得到旅游还是人很多？对。当时因为奥巴马对国内开放，然后所以很多人过来，然后就能看就觉得说，哎，旅游不错，然后就去做旅行社。其实做旅行社也是我拿到绿卡的原因。我好奇你是在国内得到什么信息，你就知道可以来美国这样发展？那会儿其实真不知道。就我上学找学校租房子，全靠我一个好朋友，他海南的，他帮我找的语言学校，帮我租的房子，然后带我去买车。我来的时候就帮我安顿所有的一切。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信息接触那么方便，比方在 YouTube 上搜这些怎么过来这些信息，过来怎么安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当时过来全靠朋友。如果没有那个朋友，那完全不行。我跟你说一个很搞笑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踏入代购圈，然后就有人让我们去帮他买 Coach 的包包。他是在哪里发信息呢？洛杉矶华人资讯网招人去帮他去代购。在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只能买5个不同款，所有大大小小，你一个人只能买5个包，他就要请很多个代购去买，你就要靠你的本事，一天能买多少个包？他一个包给3块钱美金，那你一天你想想，你要是能买100个包，你就可以拿300块。所以当时呢，就请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做代购人头嘛。就有一些人呢是戴假发、戴墨镜，然后一会儿带几套衣服上卫生间去换，就不能让那个经理给认出来，因为他一认出来，他就把你就请出去了。在国内是你买的越多，销售员越高兴。在美国真的很神奇，你买的越多，他就把你清走，他不让你在里头买。然后当时呢，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哇，一个人买4、5趟就得被赶出去，那我忙活一天，我才赚几块钱，我才赚20、30、40、50块钱最多了。我就开始动脑筋了，我就看到有好多的中国游客，我就去跟他们讲，我说我们是留学生，我们出来打工，然后一个包才只能赚3块钱，但是里边不让我们买，你能不能帮我买5个？你买完出来，我在门口给你钱。然后我那一天就发动了所有的游客去帮我买。中国人都喜欢帮助中国人，你知道吗？我那一天就成了整个洛杉矶代购历史上当天买包买的最多的。我那天好像赚了好几百上千美金，因为一个团的游客他就有1、20个，每个人帮你买5
个，你坐门口给他们点钱就好了。那个包它不限款式的吗？就是代购会告诉你，我国内的客户需要什么款，你就按这些款你随便买，你能买多少就给你结钱。但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国内很需要这种 Coach 的这种对，他们就赚钱嘛，就靠这个赚。对。然后我就发现哦，这个团购还能赚钱，我就开始做代购。我也是在淘宝开店嘛，哦，就直接然后帮他们做代购，包包，然后那个时候卖 AF 的衣服。Good morning. What's your pickup? You want this? How many? Just one? I need 2 of these.那基本上零零碎碎会有很多人过来，这些客户一般都是自己有门店是吧？对他们，或者是摆地摊的，或者是 local 开店的小商店的，就真的猫3两个人。那你是没有圣诞节过来采访，那完全没有时间跟你说话。你后来也知道来了美国有很多方法弄身份，对吧？哇，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然后我怎么知道的呢？是你想我那个时候上学是2010年。然后就上教会，那个时候没事情干嘛，然后周末都去教会。然后我们当时所在的那个教会，就全部都是在巴萨蒂纳 City College 里面读书的留学生，然后就在那说可以办什么，可以移民，可以留下来。牧师还在主动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办？就是一般人很多就是说去教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宗教，每个星期去打卡，然后呢，让牧师以后未来可以上庭给你作证这样。然后牧师就以为哦，我们也是为了要去拿身份，然后去这个教会。但是发现我去了几个月以后，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然后呢，牧师还主动问我，你不需要办身份，不需要留在这儿吗？我说啊，不需要。我说我不需要。当时我压根儿还没有想过在这个地方可以留下来。起码过了1年以后，我才知道可以通过庇护啊什么的这些方式留下来。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去留下，因为我还是想我父母。我来这儿上学3个月，我立刻我就回国了啊。因为你一个女生，你出来这个地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然后什么都没有，你马桶堵了你也需要自己去搞，所以就觉得我就哭鼻子嘛，特别想回家，就没想待在这儿。我好像是6、7月份过来的，开学没多久，然后10月份回去。我就记得当时海关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你现在不是你留学生放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回国？然后就把我抓小黑屋里边去审问了半天。是正常的要回去嘛，你就是想家了嘛。对，当时就是想家，就不想待，然后就想回去了。心是还是想要好好的把语言学好，然后读个大学，虽然不是读本科，就是读 college， 但想把 college 毕业。后来毕业了吗？没有。毕竟这个书还是读不进去啊。其实啊，从我现在回头再看，我当年我真的是后悔2个事情后悔。当时有个 ABC 啊，就是老移民跟我说，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是成年了，读大学的时候来的，但是我看上去像10几岁。他就跟我说，你要不狠点，把你的护照一撕，直接上美国高中，说我就是非法移民，我就是来上高中的，我就只有14岁，重读一个高中，读4年，你的语言绝对过关。那个老移民跟我当时不敢撕护照啊，我不敢撕啊，我现在后悔了，我当时就该走这一步，夸他把护照一撕，就没身份，我就要去读高中。当时就小胆啊。当我在美国混了这10多年以后，我就发现我当时这一步就没对。然后其实还有后悔一步，就是我想去当兵。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当兵是1年以后拿身份还是什么的？拿绿卡。不拿美国公民。然后当时我想去，然后我妈拦了我一下，说我年纪大了不适合去。不仅是说为了拿身份去当兵，我一直有制服诱惑的那种，因为我从小在国内就想当兵，然后没去，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想要穿军装。其实去当兵1年，语言也过关了。对。其实这是2件事，我来美国这10几年最后悔的。所以我现在告诉所有的观众，就是你要么来一鼓作气的把书读完，你要么就是一来就赚钱。那你觉得如果是没有融入到本地这个文化，赚钱还是不会影响是吧？会影响。会影响吗？我认为圈子会小一点，可能。对，圈子会小一点。我觉得还是你最起码不说读大学，你最起码语言还是要过关。那样对你赚钱在当地是很容易的。
凭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的脑瓜子，绝对能赚钱。虽然不说大富大贵啊，就是说小富即安，在美国当个中产是没问题的。那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就是拿到绿卡的？通过做 L1，当时是这么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做这个旅游代购的这个同时哈，我就接触到了这些旅行社，然后呢，就有一个北京的一家著名的旅行社的老总来跟我谈，他在北京是做地接的，做得很大，然后他就想到美国来做，然后他在美国他需要找一个经理人，然后他就觉得我不错，他说来跟我合作，他来投资一半，我投资一半，当时就给我画了一个大饼，说旅行社很赚钱，就把我们给糊弄了。因为我当时做代购赚了一笔钱，所以呢就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就成立了这么一个旅行社。所以就开始从14年就开始做旅行社。那个时候做 L1 转绿卡是很容易的，现在比那个时候要难一些，但是也比其他的移民类型要好一些。北京有现成的一个旅行社，对，它有现成的流水，有现成的集团结构，然后我呢就顺理成章的整了个分公司，做了个 L1，就这样拿了绿卡。那花了多长时间？那个我很短，1年多2年。我就拿到绿卡，就从你任职了之后，就2年差不多就可以下绿卡。它主要是看你在美国公司有没有请几个人，因为我们当时为了要做 local 旅行社的话，我们有请导游、请司机，然后请办公室的 OP， 所以你的人员就够了。对，你的人员结构够了以后，你拿绿卡就很快。而且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办，唯一的就是 L1， 你投资小，几万块钱。对，起码你本身在里面去管理嘛。对。所以那个就还算靠谱，就还算运气好。就是我在身份的路上没有走弯路，走到每一步，他好像都有一个人来帮助你这样。拿到身份之后，你还是一直在做这个旅行社吗？也一直在做，一直做到2020年。20年，然后疫情就停了。就破产了，它不是停了的问题，就直接破产。可能也是属于步子迈快了。当时买了车，当时有2台bus，然后有1台奔驰高顶，然后还有7座的塞纳，都是贷款买的，还有四个民宿。疫情来了以后，没有人来了以后，一下子车子贷款、房子贷款，没有人来，这好几万的 payment 你得付出去，好几万美金啊！所以你撑几个月，你根本撑不下去，就哐当就破产。银行就把房子啊、车子啊全收走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又再回头看哈，就是还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出现了错误。客户集中在国内，各种风吹草动，你的生意就受影响。川普一上台，收紧签证，你的生意就受影响。天灾人祸的，你的生意又受影响。对吧？疫情来了又受影响。疫情破产之后，我就在回顾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旅游啊，居然能做到破产，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战略方向就没有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当时我们应该不仅是要做国内的客户，我们更要做美国当地的客户，因为我们在美国当地做生意，你不能放弃当地这么大一个市场。相反，当地的美国，说句难听的，用我现在话来讲，我觉得美国人傻钱多，真的是，就我感觉消费力是很好。如果是我们有当地 local 的生意，我们不至于破产。后来美国当地的 Airbnb 那是供不应求，老赚钱了，而且疫情过后房子还涨价了。如果你挺过了2020年那一年，你到2021年之后，你都不至于破产，因为房子翻了1倍。就我们现在这块的位置都翻1倍，50万买的房子，现在就是100万。对你后面这个你现在做的这个生意有影响，对，就现在我的生意就是我一定要赚当地美国人的钱，所以我不会去受这些风吹草动、各种什么政策的这种影响。对，我刚刚看你这个仓库这里基本上都是美国人过来拿货。对，所以我现在的客户里面99.9%都美国人。但是你这个货基本上还是对，货都是从中国相关的。对，但现在你又要面临跟原来一样的挑战，川普又上来了。对，川普又上来了，加关税。思考，防患于未然。我们的货呢，有一半是来自于国内，你像你看到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很多是来自于东南亚，还有一部分分为3块来源，所以就是现在鸡蛋是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头，就有从国内进口的，有从东南亚进口的。那我现在还有一块来源，就是刚刚你看到的是从亚马逊来的，很多商家在亚马逊铺了很多的货，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被亚马逊下架，比方说这个东西滞销，或者是这个东西铺货铺多了，或者是商品
涉及侵权或者各种问题，被亚马逊下架以后，他这些货就必须要处理，不然他承担不起亚马逊的各种退货费、这种费那种费，所以他就要把他的货挪出来，很低的价钱把它清掉。一大部分的货源也是来自于亚马逊的这些尾货。打多少折可以拿过来？我们以前的话是可以1折，亚马逊的1折拿过来。当时我们可以批发2折或者是3折最高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赚钱，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原因，因为我做抖音嘛，我说尾货赚钱，然后我就在前2年就拍视频把我做的生意说出去，然后好多人来问我说怎么做、怎么赚钱啊、怎么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洛杉矶就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这个尾货，搞得现在尾货市场就很卷了。尾货市场现在就赚不到钱了，因为拼多多也进入到美国了，TK 也进入到美国了，商家也聪明了，他们就不只靠我们来帮他处理他的尾货了，拼多多和 TK 去帮他自己处理，他可以自己去开店。他可以自己开店吗？他觉得他好的品，他就可以自己上去清货，他不需要我们了。所以现在的市场就这样又卷，然后呢，它的价钱也水涨船高了。好的货，一个呢他自己清掉了，他上拼多多清掉了，中等一点的流出来以后呢，价钱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1折收货，现在都得2折，有些好货都得到3折了。就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一个托盘几十块甚至白送，你赶紧帮我清走吧，他就省个那个仓储费，就是对，就巴不得你赶紧给他清，他不要钱的让你赶紧清走。但现在就不是了，一个托盘就得200啊、300啊，甚至500都有这个可能。现在入场也赚不到啥钱了。你觉得这个你现在做的这些货，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到底竞争力怎么样？在这边，我认为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毕竟还是便宜。质量怎么样？中国的质量是有好有坏的，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最近才遇到问题，也是让大家都要吸取经验啊。之前在阿里巴巴上下了一笔订单，比方说有便宜的厂家28，他30。我还觉得算了，我不能去挑最便宜的，我就挑个贵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这个货是要运到美国来，你一定是要帮我把好关啊，你别到时候运来美国再出现质量问题，这就麻烦了哈。哇，我都说的那么好，我说而且我们是要做长久的生意伙伴，不是说我就买你这一批货几万块钱就完事儿了。我说我这几万块钱的货订过来，我是先看看你的质量，如果好，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等我收到货的时候，跟他发给我的图片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做这种外贸，大家也是要小心这一点。阿里巴巴那个他已经算是在国内已经做了很久的，但是商家他管不了啊，他管不了商家吗？你过了索赔的时间了，一般阿里巴巴是7天嘛。那现在海运肯定过不来。对呀，你海运过不来呀，你没有办法去看到你货的产量，因为他把货送到我们的转运仓库，国内的转运仓库是不可能把你拆开来给你验货的。等你1个月以后运到美国来以后，再回去找阿里巴巴追，阿里巴巴已经说钱都已经付给人家了，他也没法追。我一定要跟他较真儿，因为这种人太坏了。如果我不跟他较真儿的话，他还要在阿里巴巴上继续欺骗这些客户。而且我们说中文的，我们维权都这么困难，更何况那些老外怎么办呢？那些各个国家的人家一想到，哇，你们中国人太坏了，发来的东西和你寄过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当时我还有去举报到工商局，杭州那边的是吧？浙江永康的，就是他那个厂家的那个地址。厂家的地址受理了以后，去调查以后，给我回头说找不到人了，他们只能把营业执照列为经营异常。这就是工商局给我的答复，然后我就报警，我说这个是诈骗，他的金额已经够上诈骗了，国际诈骗，这还是我一个人的金额就几万，你想想他在阿里巴巴上，他肯定不止骗了我一个人呢。警察说不受理，警察说得要工商局转给他们才受理，各种踢皮球。然后呢，我又上了互联网法院，我要去告他。他代表的不仅是你浙江一个永康啊，他代表的是整个我们中国人的名誉啊，对吧？对。你要是今天换成一个美国客户，哇，你这中国人太坏了。然后互联网法院审理了几天，告诉我说，不在他们区域。然后呢，要让我上永康当地的法院去告，各种踢皮球踢一圈，到现在就没辙吧。现在你这个外贸从你开始做到现在，这个趋势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些美国人也聪明了。第一个，他们知道了阿里巴巴；第二个，他们知道了拼多多，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小商家哈，就是开店的呀，还有就是摆地摊的，他们知道在 Team 上去买货。所以现在你所谓的之前那种外贸的那种模式，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客户慢慢的被这些都蚕食掉了。真的，有时候你打开那个 Team 看看。价钱确实是很便宜，我自己上阿里巴巴去买，我都买不到那价格。拼多多的太压榨这些供应商了。
对，就是完全他们没有利润嘛，所以他们的质量也很差。对对。那现在很多客户也会知道说 Team 上的质量会有些差，但是好是好在不用退货可以退款啊，所以他这样子的话就会惯坏很多美国人。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当时卖一批无人机，卖的特别好，然后就断货了。断货了以后呢，我就看拼多多上有，而且拼多多的价钱还便宜哈，然后我就下单，我下了100件。过了6天，他不给我发货，赔了我5块钱。货多了以后，他也不会给你发货。他觉得你是商家，对，他想卖给个人，对他想卖给个人。那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应该是直接冲击了 Team 这些平台吧？是有一定的冲击，但是 Team 现在目前来说，它的流量还是好的，就是 Team 比 TK 的流量好。Team 冲击最大的应该是亚马逊，但是 TK 的话呢，它主要是做兴趣电商，兴趣电商和 Team 又是2种不同的模式，所以它2个还好。回到你们这里来说的话，你们这些货的话，一般现在可以保证多少毛利吗？现在30%，对，也不算很高了，对于这种不高，对。我们像有些产品的毛利很低，你看像轮胎的话，毛利10%。那轮胎都是货车的轮胎？对，都是卡车的轮胎，因为它是消耗品嘛。你做的这些产品哪个会比较好一点？我认为我做的最好的产品，我还是喜欢，就是还是像我们刚刚做的太阳能，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朝阳企业，因为美国也要大力的去发展这个太阳能。你看现在电车也很多，它现在的充电桩慢慢的从个人转向商业使用，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做这种大件，第一它重，第二它重资产投入，所以一般人是不愿意碰这些的。很多人愿意做的就是轻小件，比方首饰啊，对，就是在5磅以内的东西是他们最想做的。Truck is back in this door. The big one? The first door. The first one? First door. You just back in there. Okay. Yeah, door. you put first door. Yeah, you can go outside this door. Yeah, or you can go outside this door. It's okay. 这个又是那个。对，这个是400瓦的太阳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太阳能厂在美国建厂的，在德州建厂了。这个是正信，那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对，就我们不只是代理一家的太阳能，我们代理很多家的太阳能。对，对他去挪车了，挪到那边，然后咱们把这个给他拖出去就好了。你开叉车，我们把它抬上车，你给它拉出去。小心，哦，还刚刚好转过来。对，直接给它放上去就好了。这一块他们卖多少钱？115，这个是直接拿回家就安装了。哦。是那个。那太阳能的挑战那个是很明显的，现在就会有这个挑战的。对，主要是看厂家还要不要到这边来生产，但是已经有厂家到这边来生产的。我们作为代理的话，它不只是代理一家的产品，你这家没有了，我可以卖那一家的产品，是一样的。个人买还是装修公司要买还是怎么？一般是装修公司来买，然后呢，个人也有来的。老外就是我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的动手能力很强，他们自己装。对。然后我甚至问过我那些老外的客户，我问他你怎么就会安那个东西哈？他说看 YouTube 学的。那你还是比较看好这个东西了，是吧？我是看好，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朝阳企业，但是呢，要从个人转商业，要往商业那边转，因为商业以后用到的发电厂啊、电池啊这些会更多。那你做了这么久的这种商业，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报的一些赚钱的模式？你如果说按我们正常的这样的做，毛利是很低的，但是有一种毛利很高，就看你胆子大不大了。你要知道，加州950块不算犯罪，在这2年就是滋生了很多的这些人去干啥呢？偷什么东西啊？偷货柜。货柜肯定超过950，但是偷的人太多了，找不着。他是整个货柜偷啊，还是整个货柜偷？我的天，他怎么偷啊？他开卡车去偷。这些墨西哥人啊，当然也有中国人，但中国人少，确实还是墨西哥人胆大。对。他们真是不怕，因为你把他遣送回墨西哥，他又来了。对他第2天翻墙又来了。他们开着卡车车头，就这货柜，你既然看到我们要捡那个嘛，对，他一看到你这没捡，就知道你这个里边装的货。开着车头，一定晚上仓库不上班嘛，就给你拖走了，拖到就这附近的农场。路上人也没有，很快2分钟就把里面的货全部哐哐给你卸了，柜子给你遗弃到路边，你自己去找就好了。到时候警察有时候会找到，他不会要你的货柜的，他只要你货柜里面的货。他偷出来以后，他就在找销，像我们就遇到过。那我呢是不敢
去收这些东这是西，赃物了。但是呢，就有人敢呐、这附近就有很多仓库就敢收啊。我有个朋友就靠这个一年收这货赚300万美金。你再不值钱的货，它也值个几千万把块钱的。那值钱的货要电视机，要是苹果手机，那他发了。所以他就专门偷这个货柜，比方一个货柜偷过来，里边装30个板，拖到一个仓库去，2分钟就给你卸完。卸了以后告诉你，我收现金，我这个货柜2万卖给你，你要不要？你一看哇，这货都值10万2万，马上刷点钱呢。我转手明天我卖出去5万，你要不要？你绝对要。我转手赚3万。等你警察找到的时候，这货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可能运到墨西哥去了，你上哪儿抓人去？你抓不着。这种事情已经算是很大的这种损失。但是找不到啊，他也不怕啊，他赚的钱全部寄回中国给他老妈了。他在美国啥也没有，没身份，没房子，没车，他的车在他弟弟名下，房子在他弟弟名下，美国又没有连坐的。他的钱全运回中国，他银行账户里面就几千块钱，平时都花现金，人家就赚钱，人家说钱赚够了，人家就回泰国养老去了，人家不在美国了。你必须是要人赃并获的情况下，警察才能抓到你，所以这就是一个漏洞。执法也很困难，其实这边对执法很难，因为偷货柜的太多了，太自由了。我们自己的货柜停在门口被偷了，或者是卡车被偷了，警察来就问你，你的货够不够100万？不够100万，不要报警了，警察都不来，都不是950块钱了，是100万美金。我的天！不达到100万，就是人都不是来，警察都不来，告你直接报保险吧。加州的警察就这样。保险赔吗？赔啊，你买了保险就赔啊，你要是没买保险就不赔啊。你们还是一般都会买吧？那当然了，你肯定会买保险啊。那所以说，为什么加州的保险越来越贵？好多保险公司都跑了，都不在加州了。那些贼太聪明了，你知道吗？他找好下家，找好仓库就去偷，每天就在这个仓库到处转。所以胆子大干这个就赚钱，你这干几个月赚一笔走了。美国来说太开放、太自由了，很多人他就只是在这里打人赚钱。对，就是所以如果你是有家庭，你有什么在美国，你还有敬畏之心啊，你抓了咋办？你有房子，你啥也不敢做这些事情。但是就有他们就不怕呀。所以你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华人圈的这个环境啊，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来了很多这种就真的只是为了赚钱的人？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现在在开卡车啊，他也是来了有快2年了，然后现在还没有拿到身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川普来了，这身份越来越难拿了，无所谓，他再赚2年钱卡车他就回国了。就是现在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就是说我反正赚几年钱，我先回去了。有一部分他是正规赚钱嘛，有一部分他就可能就胆子变得更大了。对，胆子变得更大了，就捞一笔就可以走了。在美国，你要辛辛苦苦的赚钱，真的很难赚。你当个中产太难了，对，各种 payment， 各种税太高了，所以你不擦点边，真的没法赚钱。你看，像我们做生意正正规规的，太辛苦了。你看，从早就忙到晚。你看卸货，你也要去看一下。对。然后过来就马上发。对。那你基本上在这边你要待到几点？5点。像你跟国内做贸易这些东西，你也可以知道国内的一些经济环境跟前几年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第一，产能过剩；第二个就是国内的工资也是越来越低，工作不好找。就是帮我们做运营的这些他们都在回老家，都不会是说是待在广深什么杭州这些地方，成本太高，回四川回武汉就运营我们的网店啊。比方说我有 TK 或者我有 Team 或者是我有亚马逊或者我有别的店，100块人民币一天。未来这些布局的话，你至少在川普上任的这4年，就是布局还是要在美国生产。包括我今天晚上我要回中国去，也是想要买一些机器过来，然后在这边建厂，建个小厂，然后在这边生产塑料。这就是塑料那个机器。对，做塑料，想做衣服。始终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对，在经济体来说还是算好的，特别是加州这块，营商环境应该说加州还可以，主要就是说要小心这些各种偷盗啊、税啊什么这些，你能解决就好了。你做这么久这个生意，在美国本土有没有什么可能？你觉得？我想想，对，还好，其实真是美国比较稳定，对，还是比较稳定。你像你现在只是做一个批发商或者终端商，下一步有没有打算自己去卖货或者怎么样？我现在正在搭建一个团队哦，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有包括在国内的，有在日本的，有在欧洲的，这些宝妈他们移民去了没事情干，还有我在国内的一个发小，他在街道办上班，1个月工资很低，那你们就可以帮我做
这个客服去做网上的销售，美国的平台上开店，你就每天做客服去卖。因为每一个客户来取货，我们告诉他你的 pick up number 是多少，我们就知道是哪个销售的。每天日结我们会给你差不多到10%这样子的一个佣金。像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大的这个销售一天可以拿到$1-2千，中国的就用人民币在微信上结算，美国当地的像我们有佛罗里达的销售，就直接 Zelle 当天就把结算过去。自己运营一个店还是怎么操作？他们运营他们自己的店，店也是他自己的。比方说我的货品是越来越多哈，我有100个货品，你就可以把我这些所有的货品上架，我会把这些图片啊，还有产品的一些名字信息给到你们，他们呢就直接上架，就像淘宝客服一样。我们这个单子上啊，就是我们会来问谁的销售，那比方说你是5号，这是5号的销售，到当天截止以后，我们就按销售额来算，就这个东西提成是多少，那个东西提成是多少，所以每天就把这些账结掉。比方一天有10几块美金，人民币可能就70-80块钱。你是个尖子啊，你只是在网上回复一下消息，告诉人家这个仓库的地址和 pick up 的 number， 你就 OK 了，你什么都不需要管，发货是我们，然后把你的店维护好。未来这个店你想越来越好了以后，你不仅可以卖我的东西，也可以卖别人的东西，都 OK 的，你就可以做外贸了，对，你就可以开网店，做美国的网店了。Facebook、OfferUp 这些网站我们都会告诉他，他就去开网店就好。说你们其实是缺这种销售人员？对，我们是缺，我们给他们高佣金，然后呢，他们去做一下客服，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市场盘活。然后就你有时间的时候回2条短信就好了。我那个国内的那些街道办上班的那些人哈，那英文也不好啊，我不会英文，我怎么来做这个客服？不用担心，现在都有翻译软件儿，直接跟老外对话。对，而且美国的这个老外吧，不像国内有那么多的问题，在网上买个东西就简单，便不便宜不便宜，质量好不好？他不会问你质量好不好。你像比方卖我们的太阳能片哈，我们也不懂啊，因为太阳能所有的信息在一张图片上。老外问，哎，长宽高多少？夸把图片发给他，然后老外要的话就告诉你，我需要你的地址，你就把地址发给他，你的工作就完成了。一般整个销售过程就是不超过5句话，非常简单的一种赚钱方式，大家一起赚钱。那你今天晚上就飞回中国？对。那你现在还是中国护照，还是已经入籍了？入籍。现在回去方便吗？方便，因为拿了那个签证，多次入境的签证，好像是商务签吧，不知道，就去广州、深圳啊，看看机器啊，然后去义乌看看小商品啊，就是找点货回来卖。咱们是赚钱，搞钱第一，赚钱重要。如果愿意更加了解我们宝藏姐的话，可以去关注她的频道。她其实是在国内的平台也有，然后在 YouTube 也有。对，有什么商业的合作也可以直接私信给宝藏姐。希望在川普上台这几年能够多赚钱。谢谢，拜拜。